那么今天上午最后一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数字货币当中的以太坊。这2年其实数字货币是比较火的啊，整体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这个比特币啊都突破了10万大关。当然这也跟美国经济政策的不明朗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数字货币整体作为黄金的一个补充啊，也是体现了一定的这个避险用途。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以太坊的周线图啊，它整体是在高位形成了一个区间震荡，而且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的这2个月时间，它从相对的一个低位反弹向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它向上运行的这一次走势，它其实并没有完成，但是也到了一个该调整的一个时候了。因为整体向上反弹，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直线拉升就完成了。中途也会有上涨、回撤、调整，然后再次上涨这样一个节奏。那下来我们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我们继续去分解这一次以太坊整体走势的一个形态以及波浪的一个结构。首先我们要看到这张图表当中，它的最低点是出现在2018年的12月份，最低点是在 84.40。 从这个 84.40 开始，以太坊是展开了一波凌厉的中期5浪上涨走势，最高是涨到了21年的11月月初，高点在4868。整体走势也是1、2、3、4、5，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5浪上涨一个结构啊，这点是无庸置疑的。那么从这个4868开始，再次展开了一个中期的调整回落。我们首先画出黄金分割，可以看到第一次的3波走势啊，它是向下走出了一个3波形态啊，盘中是刺穿了支撑黄金分割 0.764 的一个位置。那么目前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是一个调整的 A 浪。那之后从这个低点 881.56 再次向上展开了2次反弹的一个 B 浪。从 B 浪的高点，行情再次回落啊，走完了这个下跌的一个 C 浪。但是有一点，目前我们无法确定这里的走势，这一块的调整走势，它是否是会走5波的一个 ABCDE 的三角形，或者说只是这个 ABC 调整它就结束了。那么以上2种预期它是同时存在的啊，同时存在的。这里我们也用红色的线段来具体这个划分出它目前所处的这个区间。可以看到这种区间它是存在一个收敛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短期近2个月的上涨，那其实并没有完成，它只是完成了一部分。但是由于当前所处的这个位置啊，是处于这个区间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此次的反弹上行，那么目前暂时是受制于黄金分割 0.5 的压力2746。那么也就是说，此处如果无法突破的话，那么以太坊可能的走势啊，会是先回落再上涨，直至这个区间的上沿的压力位置，大概是在3900。通过上述的这个波浪结构划分，那我们就知道了，无论现在黑色段的这一次上涨，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D 浪也好，是新一轮的推动浪也好，目前都没有完成。但是由于短期在 0.52746 受制，所以此处是存在一定的回落风险的，也就所谓的我们常说的2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走势。下来我们将时间周期调整到日线图，来具体看一看目前的这一波上涨的它的一个内部的形态啊。那通过目前的走势，那我们大致就能看到啊，当前的运行轨迹应该是向上，还没有完成。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下方最近的支撑在哪里。第一种划分，下方的支撑主要看 0.382， 也就是2275，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我们要拉取整波，那相对来说的话，它回撤的比例包括幅度都会比较深，会看到 0.618， 也就是1894。1894就是符合咱们现在画的黑色段啊这一波的整体的一个走势。如果是2275的话，那就说明前期上涨的第一波它还没有结束，后期还缺少一个高点。那后期它整体的一个运行轨迹
应该是这样子的，2、3、4、5。紫色段走完这个5波上涨之后，它才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升幅回撤，然后再次往上运行到刚才所说的趋势线的压力位置，也就是3900的一线。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整体还是看涨，但是做多需要等待，分别要等2275或1894，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那对于我们日常操作来说的话，波浪理论它就是不断的去通过已经发生的 K 线形态，我们找到可参考性有依据的这种比较稳妥的这种参与机会。同时这种参与机会呢，并不是日内这种短线的来回做，它更多的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机会。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留言。今天的这个数字货币就是咱们的粉丝在留言区留言的这个品种，我也是拿出来重点说一说，因为以往咱们都说的可能是美股、港股最多，那么数字货币说的比较少，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数字货币的整体这个模块的一个交易机会。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这个数字货币以太坊的这样一个波浪结构形态以及后期我们潜在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位置。好了，那今天早上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